大家好，不相信因果的人，通常只是因为自己的圈子太小，接触不到而已。然而，大千世界、因果报应、天道循环等等等等，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们肉眼可见的因缘际会，也只是1/1000000的几率而已。全球80亿的人口，即便我们一辈子都在周游世界、广结善缘，也还是1/1000000的小圈子而已。前段时间我刚刚提到了博销 CP 粉们出钱出力援建小学等等的公益行动，结果呢，后续影响很快就杀到了。我也实在是想不到社会主义铁拳的杀伤力，的确可以上管到天，下管到地，大大小小无巨细。而刚刚离婚半年的冯绍峰和赵丽颖，居然同样因为阴差阳错的关系，挑起了同一个期待值拉满的重任。这画面如果单单靠脑补的话，还真的让人完全使不上劲儿。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演完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11月3号，冯绍峰、文淇、范丞丞所主演的网剧《致命愿望》终于现身迷雾剧场了。然而2集过后，吃瓜群众们的失望再次凶猛的袭来，迷雾剧场的第二炮再次哑火了。本季的迷雾剧场一共有4部的网剧，分别是八角亭迷雾、致命愿望、淘金和谁是凶手。从演员阵容上看，每一部的阵容都很有看点，既有实力派演员的撑场，也有当红小生的陪衬，再加上悬疑题材本身的无穷的魅力，按理说热度和口碑应该都不差。然而呢，段奕宏、郝蕾、祖峰、吴越所主演的八角亭迷雾率先上线之后，却直接遭遇到了滑铁卢，影评才5.7分，压根儿就不及格。迷雾剧场的第一炮顺利的哑火了。按说一票优秀的演员加上导演的组合，到底败在了哪里呢？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我之前的视频，都有详细的分析。结果这次轮到了致命愿望，这第二个顺属定档的剧目时，吃瓜群众们的心理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矛盾起来了。其一，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冯绍峰、文淇、范丞丞联手的这出致命愿望能够扛得起迷雾剧场的今年的期望和下滑的口碑。其二，大家有都非常的怀疑，像文淇、范丞丞这2位年纪轻轻却又没有表演经验的演员们，能不能演出悬疑剧该有的那种诡异的味道出来呢？这种对演员演技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像段奕宏、郝蕾这样叫得出名堂的实力派演员都没能成功救场，没有演技的人更让人提心吊胆了。最为关键的是，从剧情介绍来看，改编自喂食者协会的这个致命愿望，无论是角色还是剧情都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主要是出于文淇和范丞丞这2位番位的考量。剧组增加了不少这2人的戏份，这种偏离原著的剧本的调整，让原本紧凑的剧情有些撕裂，也就有些冒险了。结果呢，果不其然，致命愿望上线才2集，就已经让吃瓜的群众们开始跳脚了，开始哀叹说本季的迷雾剧场已经开始半截入土了。这种说法有些偏激，也有些揪心，却又一针见血。连续第2部都在吃土，那么接下来的第3部和第4部哪一部能够翻转逆势，反败为胜呢？致命愿望让人失望，主要是才2集就已经开始呈现出混乱的场景出来了。
逻辑线、故事线、情节推进以及人物关系的设置都开始错综复杂的起来，走向混乱了，而且还是多线并行的那种，简直让人云里来雾里去，一团迷雾，或者说一团迷惑也都行。要知道，悬疑剧的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清晰的逻辑、反转的情节、紧凑的节奏以及复杂的人物承接等等等等。如何清晰明确的做好多条主线齐头并进，是判断成功与否的关键的所在。而致命愿望恰恰在这点上迷失了、迷惑了。致命愿望的第2集当中，给人的感觉就是巧合太多了，大量的巧合过多的拼凑，就特别容易让人出戏了，而且还是强制性、偶然性多了几乎烧脑的那种，几乎能用漏洞百出来形容了。比如说，树上的颜料是怎么挂上去的呢？又如何掉落的那么的精准的呢？等等等等，都需要给出合情合理的简单的解释，都需要在人类该有的认知范围之内进行。这种瞎扯胡编、一惊一乍所制造出来的狗血的悬疑感，只会让观众们停留在一个又一个的问号上面，无法自拔。当然了，致命愿望只有12集，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把所有的巧合都解释一遍，因为时间的确不够。然而，作为一部悬疑剧，需要渲染的不能只是巧合性，而是足够的合理性支撑才行。而且用上短短几秒的镜头给树上的颜料一个交代并不难，让吃瓜观众们手里的瓜不会被噎住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否则就是侮辱观众们的智商的骚操作了。纵观一些经典的悬疑影视剧，不少这种影响智商耦合度的巧合因素肯定都会有答案的。高手过招的话，通常都会用一系列微小的细节层层铺垫之后，最后让巧合成为了必然，让惊讶成为了惊喜。而致命愿望一开局就把巧合和惊讶变成为了烧脑和无语。当然了，除了剧情之外，还有其他的硬伤，那就是无所遁形的演员的演技了。比如说演2代出身的那个木脸的范丞丞，脸上只有一成不变的呆木的表情，这表情就算放在偶像剧当中也不会讨喜的，如果放在悬疑剧当中，那就更加的匪夷所思了。这个整容脸木呆呆的表情还要一镜到底的话，只会让观众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被影响到、被带动到，更加谈不上代入感了。因为他所饰演的人物不是个机器人，是有内心世界的，是有脸部变化的，是需要在脸上表达出来的。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没有的话，如何让观众们跟着一道释放情绪，同喜同悲呢？我个人一直都非常非常讨厌景甜、范丞丞这类的带资进组的霸道的花瓶，因为只要他们一现身，所有的影视剧都无一幸免的悲催收场了。即便片方也实实在在的不差钱，却也实实在在的把观众们的智商反复揉捏的一塌糊涂了。目前为止，在大量的一星差评的潮水面前，致命愿望的最终口碑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了。倒霉的冯绍峰，即便是唯一一个可能救场的实战型演员，却根本无法拯救身边的这个根本扶不上墙的范丞丞，无法扛得起迷雾剧场的期望与重任了。继八角亭迷雾之后，这个迷雾剧场的第2炮顺利的炸膛了。那么说到这，您感觉半截子入土的这季的迷雾剧场还有机会翻身吗？赵丽颖的谁是凶手会不会压力山大呢？毕竟该剧可是有24集之多，完全有时间编排的多一些的细节，让故事更加的完整，更加有说服力。悬疑剧的后期可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你有信心赵丽颖的谁是凶手
能够挑得起之前连续塌方的重任，能够让迷雾剧场重回迷雾而不是迷惑，那么就欢迎您在留言区当中大力的打入3个字的短评，也就是有信心这3个字。最终的结果如何，让我们一同等到谁是凶手上线吧，一同来拭目以待吧。话说 CP 粉做公益，我在之前有专题的聊过，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这些战斗力极强的 CP 粉们的一通骚操作。这种操作可以一分为二的来讨论一下。我个人感觉公益本身值得大力的提倡，只是有意无意的带偏方向的话就值得商榷了。现今这个喜欢立人设和炒噱头的娱乐圈当中，公益这个词儿一直都是明星粉丝们抬轿自家偶像的正能量的资本了。于是乎，为了给自家的偶像争名声，不少明星粉丝群都会集资做公益，要么就是给孤寡老人或者留守儿童送温暖，要么是给偏远地区修桥修路或者捐赠希望小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常态。按说粉随正主一道热衷公益是件好事儿，这种正能量的行为绝对值得倡导和传播，但世界很大，总有一些粉群喜欢把公益当成了一门生意去做，是抱着极其强的目的性去做公益的。11月4号，博君一肖，也就是肖战、王一博的 CP 粉们，居然公开喊话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要求后者退钱。在娱乐圈真爱风暴依旧处在风暴进行时的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这种肆无忌惮的粉丝闹事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 CP 粉丝们合资捐赠的博肖小学现在被相关的学校给摘牌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这种高调鼓吹博君一肖的商业行为被人举报了。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前脚才报道完，这后脚就被人举报和摘牌了，这种速度是不是很社会主义呢？作为内娱圈当中最强悍的 CP 粉们，博君一肖粉丝们的战斗力绝对不是盖的，而且除了战斗力独霸超群之外，他们在公益集资方面也都是能力非凡，手笔阔绰的。其中热度最大的公益项目就是以王一博和肖战的名字联合命名的希望小学了。从2019年的8月博肖第一所希望小学成功援建开始，到目前为止，博君一肖的 CP 粉们已经成功立项了合共28所希望小学之多了，这个成绩单相当的可观。当然，粉丝捐赠的大前提就是学校必须以博肖小学来命名才行。然而呢，随着国家重点打击粉圈文化的力度逐渐的深入化，这类目的相当明显的粉圈命名方法也开始浮出了水面，被人诟病了。一些博肖小学自然而然的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严重的关注。出于各方面的综合的考量，博君一肖的粉丝们早前所捐赠的天门市彭氏小学也顺利的摘除了博肖小学的牌子了，换上了原本小学的名字。这就是对举报行为的快速的回应了。所以因果有时真的是来的特别的快，快到我们压根儿就无法想象，完全就目不暇接，也让所有的博肖粉们非常的气愤，所以才有了刚刚提到的直接喊话组织机构的冲动之举了。说实在的，这种闹事儿搞大点的话，极有可能又把肖战和王一博再次牵扯进去了，结果肯定会适得其反的。不知道这些狂热的粉丝们有没有想过这回事儿？当部分粉群抱着极强的功利目的去做公益的话，公益这个词儿很容易就跟着变了味儿了。原本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好事儿，被一些粉群一掺和，就变成为了功利性快餐的作秀行为了。
不管是明星本人还是粉丝群体，都不应该把公益这2个字当成卖人设或者说立口碑的噱头。当明星们或者粉丝们抱着目的性去做公益的时候，负面效应反而大过了正面的效应，正能量反而变成了负能量了。公益这2个字不是部分明星的洗白的利器，也不是 CP 粉们不满意就要退款的一门生意。粉丝群体在做公益之前，还是要明确自己的目的的。到底做公益是为了什么呢？是粉随正主发光发热呢，还是单纯的为了沽名钓誉，让自己在粉圈当中有吹嘘的资本呢？这种的差别就是天与地之间的差别了。王一博一路做公益都是无怨无悔、不声不响的，即便背后总有各式各样的讥讽和讪笑，但他只会发光，不会言语。这就是真公益的真属性了。如果您非常赞同王一博的公益的模式，而且很高兴博销被摘牌的政府的行为，不妨在评论区当中大力的打入2个字，也就是清白，这2个王一博完全担得起的沉甸甸的字。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岭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云匪夫妇狂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多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积聚天上财富的，打造人间传奇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会为我点亮黑夜，带来惊喜，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憧憬和祝福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包括变数依旧的野蛮生长，以及化身成为主流的王一博。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